哎，把新玩具 TA 的金属变体恐龙勇士，哇，这个东西的盒子还是挺大的。盒子的峰会效果也是 TA 家的这种一贯的2次元效果。织品方面这3样，胸口火种的转印贴有红蓝2个配色，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质感做的还是不错的。然后这 TA 不带说明书，让你直接扫码观看。现在很多第三方喜欢这么操作啊。来看玩具的实物，哇，这个体型真的是非常大的。整体拿在手里边的这个分量也是沉甸甸的，身上有不少的合金件，包括它整体的一个齿轮关节处理的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之前我们玩过 DB 出的那款金属变体恐龙啊，那个就基本上站不住。不过你看这个关节，这里边的齿轮都是相当稳定的，所以随便一个姿势摆在那里就很好了。哎，这个是做的非常不错的，全身的电镀效果闪闪发光，非常的漂亮。背后的这一块凹凸有致感觉的面板是一个合金的零件，大铁筷子放在后背这里，整体的造型来说也是更加符合了动画片里边的那个形象，而且质感方面会显得更加高级。其实对着光看，TA 在白色的面板上边也是喷了那种彩虹镀膜的效果，但不同于 DB 的是 ，DB 的那个会发出来偏红色的光，而 TA 的这个更偏冷色系，稍微偏蓝一点。大脑袋这里，头顶上方，哇，这个电镀闪闪亮亮的，真的很好看。同样软胶材质的管路 ，DB 的那一款需要插拔进行一些变形 ，T 的这个完全不需要啊，直接往过扭就行了。腿上、胳膊上都是如此，而且这个脚趾头支撑的稳定性也很好，可动的关节幅度很大，可以跟这样噔噔噔点第一节指尖，在每一个指节的尖上边都做了圆润化的处理，不会扎到。还有就是这一次的尾巴处理。一节一节的都使用了球形关节，而且你看这个支撑性相当的不错了，嘎吱嘎吱的声音，这里边应该是换成了赛钢的料子做球形关节，所以这一回 TA 的这个尾巴处理的也是不错的。翻到肚子下方这里，很干净、很整洁的一块面板，完全的包裹起来，并不会暴露任何的里边内购的一些机械人的零件。可能唯一就是屁股后边这一块会露着2个空洞吧。另外有一点让我感觉费解的是 ，TA 这一次做了一个小心思，哎，他把这一块尾巴的关节打开，里边有一颗恐龙蛋。恐龙勇士的那个全息投影的武器变成恐龙蛋的形式藏在了当下，所以这玩意儿应该是个母的吧。稍微的扭动一下，把它变形出来。其实这个的尺寸是要比 DB 版本小了很多的，所以呢，其实如果说按照动画片里边的考量吧，这颗恐龙蛋应该是从后腰的位置掏出来的。如果说做 DB 那么大，就跟个鼠标似的，你放在后边也不合理，可能是因为一些透视的原因导致的吧。我觉得反而 TA 的这个做的尺寸应该是对的。腿部齿轮关节各个位置都是嘎嘣作响，非常的舒适。前肢这里也是各种齿轮的关节，指头每一个节都可以动，很爽。脖子这里上下2段抬动，左右有旋转，大嘴巴可以张开，哇！然后来进入 TA 这一次的一个变形过程。哎，你敢相信这一回 TA 变形的设计非常的不错。第一步，先把这一块双关节挪开。腾出更大的幅度，把这一块劈开。大爪子我们把它摊平，还原到脚丫子的状态。前肢全部捋直了，先从肚皮这里拆。左右这里有一个搭着的扣子，把这儿抠开，旋转一下，放到这面来。接着顺着脖子下方这里拆开扣子，打松，整体背后的这一块完全的拖出，带有背后棘刺的这一根拉起来，旋转，大尾巴就可以立起来了。当然，如果你为方便操作呢，也可以把这一块整个的拔下来。接着前方银色的面板中间卡着凹洞的位置，把它拨开。
下方这里套着的2个扣子卸松，接着整个的往开拨，就能看到恐龙勇士的人头藏在这里边，上下大翻转的一个结构转换，这回也算得上是大开大合了。完全掏出来，我们先把腿部这里锁定一下，拼合回去，这一片装甲扣到底，腰部旋转个180度，挪到这面来，胸口的位置继续往上转，怼平，再把上半个胸顺着这里边的关节旋转180度，拧到前方来。说白了，就是把中间腰带的位置连同后边的尾巴转了一个方向。再把这一块的扣子，前裙甲位置扣上，屁股后边的这一块旋转个180度，放在这里备用。然后来看胸口这一块的变形，拨开中间插着的白色和深灰色板件中间的扣子，一个 Z 字折叠，让这2片贴合。顺着这边的转轴翻180度放下来，注意这里的扣子和白色面板根部这里再插合，叠在一起，固定。嵌好之后，上方这里有一个双段的关节，我们把它搓下来，同时这一块面板往后翻，这里边的一个插槽定位，折一下。注意这里边3段关节的折叠，我们要把白色的轴完全的套进这个空间里边去，再用灰色的这2个梯形钩挂到侧方向的这个凹槽里边，这样去把胸甲折叠成一个90度。然后这块灰色的面板我们再折一下，贴成这样的角度。这个时候不着急，我们翻到背面来，先旋转一下，腾开空间。侧面这里有2个滑槽的零件，也是起到挡肉的效果，我们把它伸到肚子里面去，掏出来龙头，把脖子这一节卡着的扣子打开，旋转个180度贴过来先。单看龙头的处理，整个的大牙我们顺着这里边的扣子先掏下来，这里边有2个卡的地方插在眉骨的边缘，掏过这个关节以后，天灵盖给它掀开，这一块往下折，然后顺着根部的球形关节旋转180度。这个时候龙头收纳卷起来，把这个小的龙头叠成这样的造型，脖子往下放，顺着这里边的凹槽钻过去，把这么一大截龙全部藏在了身体里边，脖子连同头部的位置，好，全部盯住，往里插。注意后方这里会出现2个卡的扣子，和脖子后方这里进行插合定位。好，前方这里露出来原先龙嘴的部分，用了一个假的胸甲，做成了更宽的龙头，把这里结合，再根据左右双段关节搓开，后边的一个原装，再结合定位。一个质量转换式的龙头变胸口的扩宽就做出来了，也是同样处理假的胸甲，也是用这个龙嘴的半个做成了腰腹部的造型。但你看 TA 处理完了以后其实变形结构很简单，还原的细节方面做的也不差。胳膊顺着这些角度掰下来，2个肩胛通过根部的球形关节稍微的挪一挪，摆好。调整爪子的造型，变成人形的手。至于屁股后边的尾巴，连同背包的这一节通过根部的 Z 字往上提，这边的一个凹槽定在腰部的缝隙里边，上方这里的卡槽桩插进去固定。这个背包就很结实了，也不容易散开。那么好 ，TA 的金属变体恐龙勇士这个变形过程就是这么简单高效的搞定了。哇，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之前玩过 DB 的版本在玩 TA 版本的时候，就会觉得怎么那么的舒服呢？变形结构其实看起来没几步，上下半身翻转一个位置，把龙头和背包一些肚子的包的壳的零件叠吧叠吧塞到肚子里边，
就搞定了。其实它这个变形结构还不同于老版 BW 的金属变体恐龙啊，这个是算重新设计的一个结构项的变形，但最终处理完的效果呢，简单高效流畅，两个造型的还原度还非常不错。人形的身高到头顶也将近26公分左右，跟 DB 的那款尺寸也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来看个细节，之前其实有看 DB 的那款头雕做的是相当精美的，也很好看。但看这一回 TA 的这个也不差，甚至在一些细节的纹路上面做的更加的精彩，而且它嘴巴也是可以张开的，这大下巴壳子。在张开的过程中，还能明显的感觉到里边是套了2层嘴的。再给个特写，我们细致的看一下，活动的时候，嘴巴外边这一层先张开，然后里边的牙齿再张开。哇，这个好细啊！而且我有仔细对比过动画片里边的样子啊，确实 TA 的这个还原度会比 DB 版本更强一些。但很可惜的是 ，TA 版本的脑袋里边并没有发光的灯组，换来的是它带了一根眼睛发射激光的特效键。这个眼睛里边的红色部位啊，里边是一个弹簧机构，你插进去的时候会把那个眼珠子顶进去，哎，然后扣在这个轴上。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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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这个桩子其实挺长的，但是你插进去可以把它插到底，哎。往出一拔，红色里边的内构又用弹簧顶了出来，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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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小心思的设计啊，很好。后面背包的处理也算是干干净净，肩胛造型这里并没有用很变态的那种轴啊，直接简单粗暴2个球关插上去，万向的轴转起来就更加的轻松，把玩起来也是更加轻松的。肩膀的关节，看这都是硬硬的齿轮。360度旋转、平举都是齿轮，在龙形状态下，我们就看了该有的可动都有，而且这些齿轮定位都非常不错啊，没有任何的虚位。胸口的电镀效果十分的闪亮，这一块龙头用假的放大的胸甲拼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扣合性也很好。最关键的，它做了火种仓。掀开这个盖子，里边有一个橘黄色的点儿，况且火种仓里边边缘纹路的刻画也是很细致的。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颜色，也可以用自带的水贴贴出来更多的效果。它会配有蓝色的那个光球。因为变形的需要，腰部下方这里其实是会有一些干涉的，所以旋转腰部的时候得把尾巴挪开一点点，才能进行180度的旋转，不然这个玩意儿卡在这里边其实挺难受的。转腰也就是10几度的幅度了。前踢齿轮关节很稳定，后踢也完全不影响，稍微得偏开一点尾巴的位置。侧踢都是齿轮关节，咯嘣咯嘣的。左右旋转大腿根部，膝盖这里齿轮关节旋转90度没问题，脚有左右的旋转，但这款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脚踝没有接地，反而是在膝盖的位置，因为变形结构的需要，它这里可以稍微的活动一点点。但是对于站立的话，你如果靠这样去做 A 字的接地，它就不是 A 字接了，它是 O 型腿罗圈了，所以这一点不好看啊。最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差点忘了，白色的这一块零件挡肉的部分转下来。好，整体最后来评价一下吧。不同于之前我们玩过的 DB 版本金属变体恐龙，它那款我觉得为了达到一个最终还原人形美型的目的啊，属于那种带点炫技成分的存在，很多的设计很复杂，尤其下半个身子变形和腿部腰带那一块的时候，处理起来其实还是很麻烦的，最终导致了身上的关节松松散散。但不得不说，那款的人形修的是真的漂亮。TA 版本这回玩下来的感觉呢也不差，甚至于在一些小细节、小心思的地方，它是那种让你感觉更懂 BW 的一个厂子。但是它的变形过程并没有太多的炫技，属于那种直球型直给的简单的操作，
很好理解的结构，你就可以还原出来恐龙勇士的2个形态。甚至于在一些小噱头的还原度和一些尺寸的方案上面来说，我觉得 TA 版本做的会更加的数据精准一些，和一些小心思的运用更加的巧妙一些。再加上精准的卡扣和全身的齿轮关节，方便的变形套路，其实这一款的恐龙勇士是更加适合把玩的。之前的 DB 版本，很多人也反馈啊，就变一次完全都不想玩了。确实，我拍完那一次以后，我再回忆一下，我甚至都忘了其中好多的变形步骤。TA 的这个，你只要变形过一次以后，盲变我觉得都可以操作过来，只需要注意一些细小的地方就好。但唯一让人觉得不爽的就是，可能是碍于最后的一个变形结构或者说支撑的稳定性吧，TA 这一次竟然没有做脚部左右接地关节，这一点是让人觉得非常可惜的。其他方面，这款恐龙勇士真的做得非常不错，能想到的都想到了，也是翻回来还是那句话。在变形金刚圈子里边 ，BW 在早年间其实是属于一个非常小众的群体，也是后来变期和后续变形金刚 MP 这一边推出的 BW 相关角色，才把这一些快要被官方遗忘的小众群体们的热情又带了起来。它和 TFP 其实是很像的，所以我以前一直也在说 TA 其实和阿帕奇很像，他们满足的服务的都是那个很小圈子里边的少数群体，所以他们做的东西会更加的专业。毕竟厂商也好，设计师也好，他本身就是这个小圈子之内的一些人，他是懂的，他才去要做这个东西，他想要，他会才把这个东西实现出来。就像我老好举一个例子，迈克尔贝拍的变形金刚和耐克少东家拍的变形金刚为啥不一样？所有的变形金刚电影至今为止啊，迈克尔贝的前5部我都是需要有一个接受过程的。我可能接受了里边的大黄蜂、擎天柱、铁皮这些角色的造型，但御天敌了，还有甚至一些霸天虎的角色，尤其红蜘蛛，至今为止我无法接受。我在努力的说服自己，我说服了这么多年，还是接受不了。但是少东家的大黄蜂外传出来，我一眼就爱上了那个奶嘴大黄蜂，以至于前5部那个亲儿子那种很变态的让你刷屏那种脑子里边烦躁的那种大黄蜂的感觉都一洗而光。更甚者后边的擎天柱出来，是我至今为止心目中如果电影化的擎天柱心中最理想的状态。以至于同系列的阿尔西啦、大汉啦、千斤顶了这些角色，虽然说阿尔西都做的跟一老太太一样，但我觉得依旧比那个所谓迈克尔贝的美人鱼要强吧。话题扯的可能有点远，但是举这个例子我就是想说，不论是做电影还是做玩具，如果说他的主要负责人、厂商负责监督的这些人，他是懂这个东西的话，他做出来的产品才会更加的靠谱，才会更符合迷友心目中想要的那个东西。所以这就是我对 TA 这款金属变体恐龙的一个评价，它是一群内行人做出来服务于小众群体的一个产品，他懂得他们需要什么东西，而且为了满足于这些粉丝群体想要的效果，他们用心了。唯一可惜，如果在脚踝上面再加以可动，这个就更好了。那么得嘞，这一期就是这样吧。